我是陈若琳，我曾经是一名跳水运动员，现在是一名跳水教练。我目前带2个，都是跳台的，女台的全红婵和男台的练俊杰。越扣背练得越多，我跟你说。哎，又驼背。21年放完假再集中，然后当时就要分配队员嘛，跟教练。当时领队就把我叫过去说：“全红婵你带吧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好。”也是想挑战一下吧。他算是从出道到拿奥运冠军最快的一个运动员吧，就用了1年的时间，天赋太厉害了。压力当然是肯定的，他没练好啊，或者是他输了，我就会反思到底是因为什么情况。其实听到的蛮多的。他现在正在处在发育期，比我刚带他的时候重了要10多斤吧，身高长了7公分。你胖1斤的话，对跳台这个项目来说，就会像是在负重训练一样，可能对你的伤病啊也会有损伤，对你的动作也会有变形。跳动作沉重了，他自己也会不舒服，他会自己先来减肥。我们正课下午1点半练到8点，但是他会12点钟就先来练，就相当于比别人多练了1个多小时。女台这个项目淘汰的很快，可能2年就会出来一个新的，2年就会出来一个新的，所以你想要在跳台上保持常胜将军，你必须要付出比别人多1倍的这个辛苦。它的技术还是有一定方面需要改进，包括它这个水花效果，需要我们下来再好好总结，再提高它的技术水平吧。奥运冠军不是说轻轻松松就能拿，肯定会经历很多辛酸、很多痛苦啊，但是要看你怎么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下来。起来的时候要往后推。目前的话，就是我走过的路，有我过来人的经验，告诉他应该怎么去面对。大概在12岁进到国家队，那会儿别人问我你梦想什么，我就说要拿奥运冠军。04年会看奥运会的比赛，然后就觉得哇，他们拿了这个冠军好厉害啊。从04年开始一直到16年比赛比的太多，但是世界冠军的话，好像是有20几个吧。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就是5块奥运金牌。那会儿16岁就没觉得那是奥运会。第4跳下来是有听说了是落后了，再加上前2届都没有拿嘛，也希望自己能把这块金牌能夺回来。其实还是会有点紧张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最后一跳。之后呢，陈若琳是落后海曼斯不到5分，这一跳海曼斯自己也在摇头。当时下来，我觉得我跳的挺好的，我一起来看他在摇头，我在想这是啥意思啊？他是给他自己摇头还是给我摇头呢？然后再一看分数出来了，哦，那可能是给他自己摇头吧。站在领奖台上，让中国的国歌升起，让所有。12年到16年这个周期是我感觉最痛苦的一个周期。因为当时伤病越来越多，再一个当时拿了很多成绩，拿了很多冠军，好像我再比也是这样，就感觉有点失去了动力的感觉。后来还是周领队点醒了我。有时候他可能也是，训练会累了，小偷懒什么，我就跟他说我当时是怎么样的，对他也会听，然后听完就会努力。运动员的生涯其实是很短暂的，我们怎么做到在最短暂的这个运动生涯中发挥它最大的价值？这是我需要给队员去传输的一个。2024年，还是一步一步来吧。我觉得该做的都做到位，好好带全红婵吧，好好训练，争取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为国争光。教练，这个人质疑陈若琳到底有没有资格当全红婵的教练。这个问题，但凡犹豫1秒钟，都是对陈若琳的不尊重。陈若琳14岁首登世界冠军宝座，19岁达成奥运会世锦赛跳水大满贯成就，24岁成为中国获得奥运金牌最多的运动员，29岁成为奥运会跳水裁判。可以说，他就是为跳水而生。而接下来的这场比赛，则更好地诠释了为什么陈若琳最适合当。
的第4轮，海曼斯选择了难度系数3.4，反身翻腾3招半抱起。林华教练非常的兴奋啊！海曼斯的这一跳发挥得非常完美，无论是动作还是入水水花都完成得很好，裁判更是给出了95.20的高分，这也是本场比赛第一个90分以上的高分。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王鑫的第4跳。好的，漂亮！王鑫这一跳成功顶住了压力，以89.10分紧紧咬着海曼斯。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陈若琳这一跳的表现。还是不错的。陈若琳这一跳整体完成的还是不错的，唯一的瑕疵就是入水水花没有控制好，但最终还是得到了89.10分。这样前4轮比赛结束，海曼斯